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3月8号，星期天啊。今天也是国际38妇女节哈。那祝所有我的女性的观众啊都节日快乐啊。那么也有10来天吧，没有录视频了。主要呢这段时间我们这里啊天天下雨，不是下雨就是阴天，不是阴天就是下雨啊。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动力啊，人就懒了。昨天吧，开始呢，就天气稍微好了一点点。今天呢，也是一个晴天，所以呢，今天就到海边来晒太阳，然后顺便呢，就录一个视频。其实说起来也真的觉得很奇怪啊，就过去几年，这里在这个时间都每天都是一个晴天，就像现在这样啊，都觉得人都不涂防晒霜都不行，觉得要晒黑了啊！但是今年好像这个气候啊就很异常，这个也变得就是雨天变得很多啊。当然了，就我自己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阴雨天的啊，因为我过去一直觉得，虽然住在这里，我也一直说啊，就这个海边感觉还是湿度不够很高啊，觉得很干燥。我是比较喜欢雨天的啊，但是好像连续很多雨天以后，又觉得晴天也挺好的，晒太阳也挺好的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其实本来这段时间呢，就慢慢的进入春天了嘛，想去那个塞浦路斯，想去看一下的啊，因为我也之前的视频也说过啊，我们还是想就是到塞浦路斯呢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在那里有所发展，是吧？那么就是突发起来的啊，想都没想到。那个由于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和这个伊朗啊这个战争呢，这个伊朗发射导弹啊，它袭击了这个周边的一些国家，反正中东的一些国家啊，然后也打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它其实应该算一个欧洲国家，但是呢，它是离这个中东地区很近的，离这个以色列什么都很近的啊，所以呢，这个伊朗呢，他就打了一个塞浦路斯的英国的基地啊，就塞浦路斯上有这个英国的军事基地，可能吧，就是英国就是军事基地就租借给美国，对吧？就让他发起进攻还是什么的啊，反正这样一来呢。现在就是往那边的航班啊，或者什么，一个就是数量很少，之前都停掉的啊，之前什么迪拜的机场也被炸了，什么反正很多都一团乱。那现在呢，刚刚恢复，但是呢，这个航班很少。然后说句实在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谁还敢往那里跑呀，是吧？就以前啊，也说这个塞浦路斯是有一个军事上的啊，就是南塞和北塞的问题啊，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中东的国家，你像什么伊朗，还会去发导弹去打这个军事基地，对吧？打到这个塞浦路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的命运啊，有很多东西啊，一半我觉得啊是你自己想的，你自己怎么去规划的啊？就像这段时间，其实自从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开始啊，美国的股价还有国际什么韩国的股价啊，这些股价都在大跌。但是呢，我之前布局的一些股票啊，就比如说像这个比特币相关的 Coinbase 啊，像这个 PayPal 啊，像这个 Block 啊，这些都没怎么跌，反而还涨了30%-40%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是可以人力啊，就是靠我们自己去规划的，对吧？去避险的。当然了，就时间更长也不一定啊，因为最终它是会随着这个大的趋势而变化的，它不可能独善其身。就如果这个战争它短暂的停止了，那么有可能
就是这些国际上的股市也好，什么就全都反弹会涨上来。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战争真的要维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那等于是从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并且也不会结束，对吧？现在就又新开辟了一条战场，甚至就有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个新的战争出来，那这个股票只会拼命跌就涨不起来了。那像现在这种暂时没怎么跌还在涨的这些股票，有可能也会继续下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人你自己的一种规划。但是呢，你像这个塞浦路斯这种事情，对吧？就我是想都没想到过的就突然这个伊朗发个导弹过去把这个基地给炸了所以呢，可能就在这个战争没有停止之前呢，我们家应该也现在不会去塞浦路斯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西班牙。那么就是现在去玩说白了都有点担心的，对吧？那么暂时还是要看这个战争什么时候停了但是有的我看很多专家都预测这个战争它短暂一时间是停不了的，起码要几个月的时间那也要到今年就年底了，你再弄一弄这个搞这些手续什么，那也要很长时间了。那好在呢，就这次西班牙这一次其实也是在风口浪尖上因为西班牙它不肯把这个军事基地借给美国，那么这个川普呢就非常生气川普现在说要停止这个西班牙的什么一切的贸易或者说是反正就是要报复吧那么对于西班牙来讲其实也很难因为本来就是这个战争一起来，全球的这个油价、能源的价格就要上涨，而欧洲呢又是很依赖就自从这个和俄乌战争开始，欧洲逐渐开始取消了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什么，就现在就很依赖这个中东的这些天然气石油那一旦这些在停止了，那么这个现在欧洲的这个物价通货膨胀，接下来肯定是很快的就能反映到价格里面，就感觉就是马上就是万物齐涨的这种局面而西班牙呢，如果又被美国如果又要制裁又要如果在关税或者说什么进口上面如果再这样的话，那就是雪上加霜那西班牙这个我觉得这个政府也不容易因为它外部它有美国这样对吧，就是要跟它这样报复它，内部呢又有反对派又有这个右派像这些也在谴责他说他什么这样是不对的。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就大部分的其实西班牙的普通人老百姓，他们其实是不想参与这种战争的因为在很多年以前，差不多10几20年吧，那个时候就是西班牙的右派的那时候就是执政的政府呢，就当时跟着美国呢在中东就参加了这个中东的战争，然后呢隔了1年，这个中东像这种就是怎么说，就他们的比较极端的组织吧，他们就在西班牙搞这种恐怖活动就搞这种炸弹，把这个火车还是地铁反正就给炸了，然后就几百人就死去了然后几千人受伤，就这个事情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这种事情，也是从那个以后呢，就西班牙才开始，就是火车也有那种过安检就开始这种安检什么就开始很严格了就像那个在911后面，那个时候我去美国一下子
就感觉坐飞机怎么突然多了一个像一个就是无死角的一个扫描的东西，对吧？就这我一出反应，大家就人站进去，然后就开始无死角的扫描啊，在过去是没有的。那西班牙应该也是在这个恐怖事件的后面，就开始全国都是地铁啊、火车啊、飞机啊，反正都查得特别的严格。但是呢，如果这次这个西班牙把这个基地什么的也戒了，如果又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对于就是说现代的这个政府来讲，那他会受到更大的谴责，对吧？因为过去那一次是第一次，并没有就是之前有先例那如果说这次又参与了，现在反对党他是反对很多这个右派他是反对，说这个你怎么不跟盟友借这个基地什么什么？但是，一旦如果万一又发生了这个事情，那肯定是更多人的反对，肯定就是说你过去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你还要在同样的地方这个跌倒呢？对吧？为什么要重蹈覆辙呢？肯定会这么讲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西班牙就现任政府他的选择呢也没有错，而且确实就是我觉得老川这个川普他在这个开打这个伊朗之前，他也其实对盟友、对欧盟对什么，对吧？这个各种征收关税各种这样的不友好。然后呢，你现在真的又开打了，他自己觉得 hold 不住了，希望更多的人上来帮他他又开始说这些盟友都没有价值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本身也是和他自己战略上，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说白了吧，就你说哪怕美国的老百姓美国老百姓大部分的人都是炒美股的，现在这个美股跌得这样对于他来讲也是非常难看的。就如果这个战争它打起来了如果这个美股它一直涨，对老百姓没什么太大的影响，那说不定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的意见。现在这个美股跌得这样子，对吧？天天跌，那对于那些美国普通人来讲，他肯定觉得不好呀，他肯定是心里面就是反对的更多嘛。所以对川普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对盟友来讲也是的，因为你像欧洲，其实还是深陷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上最近俄乌战争，我之前的视频我也有说过，我说如果这个俄乌战争没有停然后伊朗这边、中东这边又开打一个新的战争，那么乌克兰这边就更不想停止了因为就是你到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了，对吧？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先把这个停下来了。所以呢，俄乌战争最近也是就局势也是非常的不好。你像那个欧洲这边本来有一个什么援助的款项现在也是卡在反正匈牙利那边吧，反正跟这个乌克兰也是搞得不好总之吧，现在就整个形势在2026年看起来是很严峻的我们这边就这几天出去买菜什么，我就发现，就今年真的很萧条很萧条。就今年是我来了几年以后最萧条的一年，已经就关了很多很多店。因为这里的店它一关门它不像就是说有些地方它是什么一会儿开一个关一个，一会儿开一个关一个。它很多店其实都是老店，都是10几年像我看到就最近又有非常就是悠久的这种餐馆，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专门卖那个 Levi's 的什么牛仔裤这种东西的
一个服装店，一个很大的，还有一个是卖这种轻奢的啊，就是卖什么 Dolce Gabbana， 还有什么一些这种 Ralph Lauren 啊，就是这种轻奢品牌的啊这种店啊，这种店就关门了，都是挺大的这种服装店啊，还有餐厅，反正好几个啊，然后剩余的这些店呢，生意也都不太好，这个非常不正常啊，因为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我跑到那个就是这些海边也好，或者我们这边主要是海边嘛，然后还有山上有一个小镇，那都是人挤人啊，就是你吃饭你都找不到地方了，就你必须要预定啊。我记得很清楚，就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汉堡店，那个汉堡差不多20欧元啊，反正就是一个汉堡的一个套餐嘛，20欧元，就是一个汉堡，然后几根薯条，而且你还吃不到啊，就全部都坐满，就你要预定，就那家就是做汉堡出名的啊。然后像这个现在啊，就你跑上去，你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店啊都没什么生意，都是空在那里，只有这种周末了稍微有点人，在过去都不是这样的，过去就是人是很多很多的啊，都坐满了。所以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西班牙它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也是非常明智的啊，还是明智的，还是考虑民生为主啊。哎，好吧，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